同样的，都是燃气热水器，各个品牌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尤其是现在网上各种尬吹之下，燃气热水器到底怎么去选，貌似已经成为了公式。例如水伺服、夏至风机、铜制换热器、离冷水等等，有了这些就是一款好的燃热。但面对这些功能配置背后产生的溢价，那是一点都不提啊！买回家之后的体验呢，就跟开盲盒是一样的，你永远都不知道涂抹沐浴露之后再打开水龙头出来的到底是冷水还是烫水。那现在消费者对于离冷水的需求呢是越来越多了，但实际家庭环境又是否适合安装？为了免去大家在燃热购买上产生不必要的成本，并且搞清楚各大品牌主流燃热的差距到底在哪里，这一次我们挑选了3款高端离冷水旗舰机型，分别是1号、2号、3号燃热，其中1号和2号是夏至风机铜换热器，3号是上至风机不锈钢换热器，核心配置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但实际差别又有多大？下面我们直接上实测。我们主要从恒温、静音、能效来一一对比。恒温方面，我们日常淋浴较多的情况，也就是出热水等待的时长、启停水和多点用水池的水温不稳这3个问题。我们先来测试最简单的出热水等待时长，设定3台机器的温度都是40度，出热水5分钟后关闭燃气阀，待出水温度等于进水温度时打开燃气阀，通过多路温控仪测试出水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所需的时间。这几款的加热速度确实没有让人失望，在我没有开启离冷水模式下，3款机型都是在15秒内到达了设定温度附近，并且可以看到温度一直维持在设定温度。考虑到一些朋友浴室距离燃热过远，那开启离冷水功能还是会更保险一些的。接着来看启停水时的控温能力，3款热水器的温度同样设定在40度，打开花洒记录5分钟内的出水温度数据，等待1分钟，机器完全停止后再次打开花洒运行。这个过程中持续监控出水温度的波动范围以及温度到达稳定的时间。在关水再开后，3款的表现都不差，1号最高42.7度，最低37.5度；2号最高41.7度，最低37.7度；3号最高42度，最低37.6度。整体性能来看，2号的表现会稍好一些，20秒内便恢复至平稳状态，温差也较小，随后温度维持在40度左右。3号的表现居中，在30秒内恢复至平稳，后续水温波动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1号差不多用50秒温度才平稳，且在停水温升这一块，温度一度飙到了42.7度，人体会感觉到些许的烫感，后续温度维持在39.7度左右。最后来看多点用水的情况下，3款机器的水温波动情况，热水温度都设定为40度，打开花洒，待热水温度稳定3分钟后，记录花洒的稳定出水温度，接着打开洗手台水龙头，在30秒后关闭，再等待花洒出热水30秒后，2次打开洗手台的水龙头，重复3次。与此同时，实时监测开关洗手台的水龙头期间花洒的水温变化。多点用水下可以很明显的发现，3号的表现是最好的，整体波动会更小。在洗手台水龙头开关的过程中，温度基本维持在正负0.5度左右。其次是1号，最大温度波动在正负0.8度，而且在重复开关操作下，温度波动是越来越低，表现也还是不错的。最后则是2号，3次的启停过程都是在正负0.85度左右。综合3个实验来看，它们的实际表现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很奇怪的是1号在我们这么多次的实测里面，一直都是比设定温度略低一些。我猜测有可能是传感器的精度不准确的原因。至于燃热运行的噪音，我们也进行了实际的测量，噪音仪摆放到机器的前方1米处，测量运行时的实际噪音，最后根据国标对测试结果进行修正。3款综合测下来，其实噪音都是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1号噪音59分贝，2号噪音58分贝，3号噪音52分贝。相比之下，3号的噪音会控制得更低。但让我有点意外的是，2号是获得了 CQC 静音认证的，但实测的噪音数值居然是和1号不相上下。果然买东西还是不能只看宣传。最后看到能效方面，2号、3号都属于冷凝机，优点呢，热效率相对更高，达到了1级能效，而1号则是市面上更常见的2级能效。但1级和2级能效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说白了，我心里面也没谱。那我们就先来温习一下热效率的计算公式，有兴趣的观众老爷可以先暂停查看。这一次的实验主要是通过水流量计、燃气表来收集数据。通过查询已知广州的燃气数值如下。通过水流量计和多路温控仪可以知道，当天水温在29度左右，对3台机器设置45度。同时打开花洒、厨房水龙头10分钟，最后得出消耗燃气量和用水量如下图。经过计算得出，1号的热效率在88.66到98.24，2号在91.33到101.34，3号在93.33到103.53。而3款所标榜的热效率，1号最高是90.51，2号最高可达107.2，
3号最高达101.97。由于1号是2级能效，热效率确实会低上不少。那2号和3号都是1级能效，但2号官方宣传的107.2的热效率，我们实在是没法实现。不知道是家居环境测试的原因，还是品牌宣传有误。正常来说，这个差距不应该那么大的。3号的热效率比较实在，我们所测试出来的结果还比官方宣传的高一些，我也确实是惊喜到了。在省气方面做得很不错，再配合上其内部的金刚结构材质，也不用担心用久了热效率降低的问题。那为什么1级能效的机型更省气，但市面上更多的还是2级能效的机型呢？是有什么问题让厂商不愿意去做1级能效吗？同为1级能效的机型，它们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那又是为什么呢？我们拆机见分晓。3台呢都已经拆完了，我们自上往下去看。先看到风机部分，3号采用的上置风机，而1号和2号是下置风机。上置风机的优点在于安全性更高，相当于是一个抽风机，能够聚拢氧气充分燃烧，排烟路径更短，效果呢也更好一些，能够防止一氧化碳的外泄。而缺点呢也很明显，因为风机在上方要承受下方燃烧室的高温，如果温度越高，气体体积就越大，叶轮和风道尺寸都要相应的增大。所以上置风机最大的问题就是体积稍微大一些，材料贵，还用得多。那在这一块，网上很多家电博主都在说废气温度有300度以上，所以得出结论，上置风机寿命短，容易坏。真是这样的话，岂不是成了炼钢炉了吗？烟气温度到达排烟管的时候，实际温度只有150度，所以还真别危言耸听。下置风机相当于是鼓风机，很容易将一氧化碳吹散，所以就得保证各个部件的连接处不能出现缝隙。因此你能看到很多下置风机的机型都会打着密闭稳燃舱的旗号，也因为下置风机不用处理高温烟气，电机可以紧贴风机安装，不需要额外散热，叶轮风道都可以做小一点，所以下置风机就可以更小巧一些。那总的来看，片面的否定是不可取的，只能说是上置和下置风机各有优劣势，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再来看到冷凝换热器，我们要知道冷凝机和恒温机最大的区别是有无冷凝换热器，它的作用在于将燃烧后的高温废气热量回收再利用，这样子的好处可以有效提升热水器的效率，降低燃气的消耗。那2号和3号的冷凝换热器都采用的316L商用级不锈钢，但不同点在于它们的结构。2号属于叠层换热，采用了一主一副2个换热器叠层，再搭配上内部水管盘旋叠加的设计。而3号属于分体换热，采用专利双腔聚热舱，内部水管则采用双通道盘旋设计。往下可以看到燃烧室，拆开后可以很明显看到，3号是不锈钢换热器，2号为零脱氧铜换热器，1号为无氧铜换热器。其实这里也是有蛮大争议的，主要是有2个方面。第一个是零脱氧铜和常见的无氧铜到底有啥区别？其实零脱氧铜严格意义上属于是无氧铜的升级版，相比之下，零脱氧铜的含氧量比无氧铜更低，抗氧化性更好，但两者换热效率相差无几。选择零脱氧铜作为换热器的材质，可以有效抵抗冷凝水的腐蚀，换热器的寿命也就更高了。第二个是很多人说的不锈钢换热效率低，成本低，更推荐去选择铜的换热器。但这里就有点奇怪了，为什么3号的换热器全采用不锈钢的情况下，实测出来的热效率还会是最高呢？其实不锈钢换热效率和成本确实要比铜低。如果不锈钢想提高热效率，厂商就得花更高的研发成本、用料成本去改进结构，从而扩大换热面积，从体积上就能明显发现大了一截。那这样一来，加热效率就可以媲美铜换热器的效果了。这也就是为什么3号的换热器全采用不锈钢的情况下，实测出来的热效率还是最高。而不锈钢的优势也很明显，防腐抗垢的能力是铜换热器的3.9倍，所以几乎不用担心冷凝水的腐蚀。这也是前面提到3号全采用316L不锈钢材质的原因。那市面上大部分高端机型会采用不锈钢换热器，而普通机型没有普及。我个人是觉得成本因素占了大头，但考虑到产品的可靠性，未来的主流有可能是不锈钢。在换热器的下方可以看到3台机器的火排阀门设计，1号属于2阀12排火排，2号属于5阀12排火排，而3号则是5阀12排火排，可以实现5段式燃烧。对于夏天来说，2号和3号都可以以更小的功率运行，热水呢就不会那么烫了。不过好在1号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已配备了对应的微火苗技术。接着来到控温装置，2号采用的水伺服还是目前呼声较高的8线调节阀，通过步进电机调控。就调控这一块来说，应当是具备更精准的调节流量的能力。但从实测结果来看，居然是采用双控联调的3号表现要更好一些。1号采用的水系双调，说白了就是记忆合金，可以根据进水温度调节水流量，控温精度逊色于水伺服。从实测结果也是不难看到的。
的。这么来看，买燃热还真不能只盯着水量伺服器，它的作用只局限在通过控制水流量来缓解进水温差大导致的出水温度不稳的问题。大部分家庭正常用水时都用不到，所以买燃热要综合考虑的其实还是控火的能力、产品的质量等等，不能只看商家吹的。那整体实测拆解下来，我们再来解答前面这个一级能效的问题。我们回看2号和3号不锈钢冷凝换热器，因为冷凝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产生冷凝水，它会对换热器产生的腐蚀。那行业上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通常都采用抗腐蚀能力更强的不锈钢作为换热器的材料。而主换热器1号、2号都是铜，3号只用的不锈钢。要知道的是，天然气里面其实除了主要成分甲烷以外，还有很多杂质，尤其是水质不好的地区，其中就包括了含硫和含氯的化合物，燃烧后容易产生硫酸、盐酸一类的高腐蚀性物质，对铜的性能具有一定的影响，长时间下来可能会导致热效率的下降。那从逻辑来说的话，能效也会有衰减，而不锈钢基本不会受到腐蚀，长时间的使用也不会有负担。3号内部就采用的全金刚换热器，这可以做到持久一级能效且不衰减的。其次，前面还说过这3款都是零冷水机型，但零冷水机型要是在没有回水管加前安装的话，会是有一定弊端，因为单向阀装在热水末端，将热水管和冷水管单向连通后，就会导致出现浑水的问题，而且热水器会频繁起铁，燃气费的消耗可不少。那3号有专利定压回水阀，对于没有回水管的家庭也是一重保障，配合上一级能效和半管均衡的效果，燃气的消耗是不用担心的。而家里有预埋回水管的话，这3款零冷水机型都是不错的选择，大家也可以放心选购。前面所提到的配置，1号把这个系统称为零冷模仿，相比他们家的老款，换热器和燃烧室都有进行了升级，进一步提高了热效率，属于一款不错的恒温机型。2号将这个系统称为密闭软燃舱，上有 U 型回水管，下有 V 型聚热舱，在面对多点用水的情况下，也有着不错的效果。综合来看，性价比还不错。3号称为创新负压燃烧系统，整体的结构来看就是不走寻常路，和其他2款相差很大，但不论是做工用料还是配置功能，都很难挑出毛病。而且实测下来，各个恒温测试效果都不差，恒温做到了，降噪做到了，防腐性也做到了，就是我全都要。那说实话，通过这3款产品实测和拆机，可以很清晰的发现，每一款产品都会有一定的差距，套用商家宣传的公式选择真的是不可靠，参数画火随便写你也不知道，最终呢还是得看厂家调教的功底，实测数据是否符合所要宣传的参数才是硬实力啊。本次实测机型我放评论区了，要是想买恒温机的话，可以看一下1号。其次，有预埋回水管，并且家里水压较低的话，可以重点考虑2号。想要用的更久、更省钱、更省心，恒温效果还不错的话，可以无脑冲3号。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家电，评论区告诉我，我来先帮你们测一波。